杂交是一种在农作物种植以及养殖业广泛使用的技术，可以整合基因提供者双方共同的优点。人类最早使用杂交技术繁育牲畜是骡子，继承了驴温顺的性格以及马强壮的体力。然而，野生动物中也存在杂交的现象，而且很多杂交的物种也十分知名。既然家养的动物可以杂交，那么野生动物也存在杂交行为吗？它们杂交后能成功生育吗？它们的幼崽可以正常发育吗？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同种动物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就像黄种人和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之间没有生殖隔离一样。但是野生动物会回避同不是自己同类的动物进行交配，只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例外。如果自己的种群数量大大减少，没有合适的配偶，就会同亲缘种族进行结合。这方面比较出名的就是北极灰熊了。北极灰熊是北极熊与灰熊结合的产物。全球变暖导致的北极冰面融化破坏了北极熊的栖息地，为了寻找食物，北极熊只能南下，这就遇上了栖息在南方的灰熊。由于北极熊和灰熊同属于熊科动物，且没有生殖隔离，于是处于发情期的北极熊与灰熊便交配成功，生下了幼崽。虽然是杂交的野生动物，但北极灰熊并没有像其他的杂交品种一样出现丧失生育能力、寿命短等缺陷，反而继承了父母双方的共同优点。北极熊善于捕食海豹，但是就是很小，这就导致它们不能很好的拒绝猎物。杂交后的北极灰熊继承了北极熊的强捕食能力以及锋利的臼齿，让它能更好的捕食猎物。北极灰熊并不完全是自然产生的，也有人工诱导杂交的个体，而自然产生的个体最早发现于2006年4月份，是一位美国猎人在加拿大捕猎时偶然发现的。他在开枪射杀一头灰熊后，惊讶地发现它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这头灰熊像是灰熊与北极熊杂交后的个体，虽然长着灰熊特有的长爪以及拱背，但是毛发却是北极熊一样的白色，仅仅在眼睛周围、背部以及四肢出现灰熊的棕色斑纹。后来，研究人员通过检验捕获猎物的 DNA 后，证实它的确是雌性北极熊以及雄性灰熊自然杂交的产物。这就向人类揭示了一种神奇的新物种的存在。伴随着北极冰面的继续消融，向南逃的北极熊会逐渐融入灰熊的种群，这可能会导致北极熊这种动物的彻底消失。除了像北极灰熊一样在自然环境下杂交产生的物种外，人类也会通过诱导的方式让没有生殖隔离的野生动物杂交，产下后代。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就是猫科动物的杂交了。杂交的猫科动物中比较有名的要数虎狮兽以及狮虎兽。虎狮兽是雌狮和雄虎杂交的产物，狮虎兽则是雄狮和雌虎杂交后的产物。由于老虎以及狮子互为敌对关系，而且栖息地也不重合，因此猫科动物的杂交只能在人类控制的动物园以及生物研究所内进行的。世界上第一头狮虎兽诞生于1981年，法国的动物园中，雄性非洲狮哈利以及雌性东北虎珍珍在4年的恋情后产下孩子狮虎兽莉莉。他们产下的孩子寿命特别长，活了20年，于2001年病逝。在此之后，人类开始让狮子与老虎进行杂交，产生混血种。虽然莉莉幸运的活了20年，但其他的狮虎兽就没它那么幸运了。狮虎兽的培育十分困难，连人口饲养的狮子以及老虎只有1%至2%的生育率，狮虎兽的成活率特别低，只有50万分之一。这是因为狮虎兽免疫力低下，容易患上各种疾病，而且狮虎兽基因融合十分失败，两种动物关键的基因在结合的过程中严重缺失。狮虎兽只遗传了双方的外形，并没有继承两种动物的优点。狮虎兽就是长了一颗狮子脑袋的老虎，它继承了父亲的大脑袋，但是没有继承可以支撑脑袋的坚固骨架，因此狮虎兽活动特别不协调，捕猎变得十分困难。如果没有人帮忙喂食，狮虎兽很难自己养活自己。杂交的野生动物相比自己的父母，体重更重，体型也更巨大，狮虎兽也不例外。狮虎兽重达400多公斤，比它的父母都重得多。更大的体型意味着它需要更多的食物养活。由于捕食能力低下，无法把人工培育的狮虎兽放归自然。雄性老虎与雌性狮子结合而成的虎狮兽，相较于狮虎兽体型较为正常，但仍饱受各种问题的困扰，
食虎兽长了颗老虎的脑袋，具有狮子一样的鬃毛。虎狮兽的身体像老虎，有褐色虎纹，但是眼睛、鼻子、耳朵等部位都具有狮子的特征。虎狮兽爬树比不了狮子，但能像老虎一样游泳，其性情更接近老虎，凶猛无比。虎狮兽的存活率特别低。2002年8月，中国第一只虎狮兽出生于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但小兽出生后第7天便死亡了。2002年9月，福州国家森林公园降生了3只小虎狮兽，其中2只幼崽由于没奶吃，出生不久就先后夭折，剩下的一只花花，饲养员每天精心照料，但不幸的是，于当年12月去世，存活了113天。2003年3月，在长沙世界之窗出生的狮虎兽崽崽，于当年10月离世，共存活206天。所有的杂交野生动物都具有成活率低、患病率高以及丧失生育能力的缺陷。为了科学研究还好说，但是单纯为了猎奇以及不人研究而进行野生动物杂交，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熊探长认为应该全部禁止。不仅是猫科动物以及熊科动物这样的大型动物没有生殖隔离，可以杂交，小到蜥蜴、毛驴这样的动物也可以杂交。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着一种水陆两栖的鬣蜥，这是由水鬣蜥以及陆鬣蜥结合产物。鬣蜥是性格温顺的植食性动物，因此水陆鬣蜥可以自由地进行结合。水鬣蜥是水生性爬行动物，由于海藻等水生植物短缺后，只能上岸找吃的。很多水鬣蜥与陆鬣蜥遇见后会自愿结合，一般是雄性水鬣蜥与雌性陆鬣蜥相结合，结合后产下了含有双方性状的水陆两栖的鬣蜥。这些后代身体健康，并无遗传疾病，但是不能生育。鲸豚兽就是尾虎鲸和宽吻海豚结合后的产物。尾虎鲸虽然名字带有鲸字，但是却是海豚科动物。鲸豚兽也是人工诱导结合产生的杂交动物，诞生之后完全丧失了生育能力。鲸豚兽的成功出生率以及存活率也十分低下。2011年7月5日，辽宁省抚顺市某海洋馆诞生了一只鲸豚兽，它是由一只雄性花鲸和一只雌性宽吻海豚交配而成，产下后即不幸夭折。海豚馆的工作人员把这只特殊的鲸豚兽做成了标本用于展览。常见的驴子甚至也可以和野生动物斑马杂交，产生斑驴。当然，这个斑驴和1883年灭绝的同名生物一点关系也没有。驴子有强烈的繁殖欲望，骡子就是驴子和马杂交后产下的后代，能和马繁殖，自然也能和斑马产下后代。但是斑驴的成功出现几率很低，这是因为两者的基因并不能很好的融合。斑驴即使产下来了，但是寿命也不会长，很多在年幼的时候都夭折了。而幸存下来的斑驴也饱受疾病以及畸形的折磨，很少有长寿的。相较于为了食用目的来让家禽、家畜进行杂交，产生肉质更好、抗病性更好的两种来说，单纯为了猎奇逼迫野生动物进行杂交是一件不道德，同时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应该禁止以盈利为目的逼迫野生动物杂交。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